胡同评价两极分化，赵露思难当头，三缺拉低标准。京剧古装剧胡同首播收视率不错，第1集甚至达到了1.61%的最高收视率。该剧在央视8集首播3集，在网络平台首播6集。虽然收视火爆，但观众的评价和口碑却两极分化。有北京观众指出，该剧背景虚幻，不符合时代要求。比如剧情一开始，前门楼没有这样的建筑，正阳楼和五牌楼也没有。那时的北京根本没有砖地，是一条土路。北京也有观众指出，剧中的豆汁摊不符合当时的情况。那时豆汁是靠肩卖的，根本没有固定的档口，最多的差评和好评都集中在女主赵露思身上，表示赵露思打得不错，夸赞赵露思气场和元气，演绎了虎女的虎实力。我觉得赵露思的演技很差。首先，她认为自己的演技还是和古装网剧一样，他们夸张，五官飞扬，与那个时代完全格格不入。再说赵露思的北京演讲太不地道了，不如说普通话。还有一个是赵露思认为，在之前的采访中，当主持人问她在胡同中扮演什么角色时，赵露思居然说她扮演的是建党时的一些变化。作为胡同第1章的女主角，她连党成立的时间都分不清。这样的演员配不上这样的致敬剧。对于1949年和1921年这样重要的历史节点和重大事件，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重要时间点，赵露思作为中国成年演员，其实是记错了时间。这样的错误实在是太低级了。娱乐一些演员的文化质量确实令人担忧。我们先抛开这些戏外的东西，简单说说赵露思在胡同中的演技以及该剧的优劣。赵露思的演技有光明的一面，但他们的演技是肤浅的，没有对人物的深刻理解，很难招惹本剧第1章的女主，这是胡同的第1个缺点。6集之后，感觉赵露思的演技可以分为2部分。好的一面是，赵露思饰演的女主是天造，性格洒脱无畏，完全符合赵露思自己的性格，也和她过去扮演的角色非常相似，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赵露思确实演绎了女主天造大胆、稳重、直言不讳、讨人喜欢的特点。但你要知道，天造作为解放前在北京低层社会长大的孤儿，一个双亲去世的孤儿，她的身世和命运其实是很孤独的。她虽然性格无忧无虑，但在这种老虎级的性格中，却夹杂着一层被豪门压迫的悲愤。不过赵露思的演技只是外表，并没有深入挖掘天造这个角色的内涵。赵露思呈现给我们的形象，不是社会底层的少妇背着一群孤儿谋生的形象，而是乞丐帮的头目或侠女的形象，一个自说自话的小霸王形象。有自己的想法，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演绎这种古装剧，演绎一个可怜的姑娘，只要披上一块粗布，在脸上擦一点冻疮，就能充分体现出来。眼睛、动作、思想和表情都必须到位。而赵露思饰演的天早真的很讨人喜欢，不过好像是古装网剧的，完全不像那个时代。感觉她还是和传闻中的陈芊芊或者女弟子来国子监里的一样，只是穿上了穷人的衣服。不得不说，赵露思的长相属于喜气洋洋的长相，是比较讨人喜欢的那种长相，尤其是老人家。估计她是很喜欢这种女孩子的一脸幸福幸福的样子。但是，一个好的演员应该隐藏自己的特点，只向观众展示角色应该有的东西。而无论赵露思扮演哪个角色，她的性格和行为都是相似的。例如，赵露思前去刺杀父亲的仇人，欺负韩青葵，刺杀失败被韩青葵抓住。如果你注意赵露思的神情，你会发现，虽然她说了句愤怒的话，但她的眼中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对敌人的仇恨，也没有愤怒的怨恨。也就是说，她的戏只停留在动作和台词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角色的内心深处，她的眼睛还不够。胡同的第2个缺点是剧中人物的环境、道具和服装都太新、太干净，看起来很假，没有年代感。首先是女主一大早，作为一个长大的低级女孩，天早看起来太白嫩了，脸和衣服也太新太干净了。然而，有时就像在这个镜头中，天造的脸再次被涂抹，这种黑白妆容不一致，几乎完全不同。不仅是天造，侯明昊饰演的英雄铁丹也有同样的问题。
作为一个整天挣扎的摔跤手，他的脸太白了，他的衣服太干净了，他的发型也不符合时代。以天造为首的乞丐和孩子们也很干净，不像是整天暴露在风吹日晒下的样子。除了服装和妆容的不足，剧中的背景环境和道具也太新奇整洁，完全没有年代感。虽然我不是北京人，不知道老北京城楼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剧中的城墙、商店等等都是很新的，这是一眼就能看出的事实。不服道不能怪演员，只能怪导演。这部剧的导演真的应该向山海情学习，任何时代、任何环境的人都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人。既然要拍那个时代的大戏，就应该脚踏实地，还原那个时代的场景、服装、道具。与其找几套与那个时代相似的新服装，不如给演员套一套。胡同的第三个缺点是故事需要全面，所以全面导致剧情节奏缓慢，内容过于平淡。该剧想用胡同里的人物和故事来连接大时代，构思不错，但具体拍摄方面，故事太全面了。我一直想写那个时代和老北京的所有人物，我想展示所有的三教和九流，这导致了分散的情节和哪条线的可见性也不算太强。抓间谍的路线太天真了，根本没有破案的感觉，完全没有紧张和悬念感。间谍是如此愚蠢，以至于他们看起来不像间谍。为了突出天造的主角，天造的文笔太霸道，太霸道，给人的感觉是整个公安局都没有这个小姑娘聪明。当然，节目也有它的优点。主要有2个优点，一是该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气息，突出了底层人民团结友爱互助的优良品质，比如剧中展现的北京大排档、馄饨、刀切面、可乐圈、肥肠、豆汁等很多美食，让我半夜饿了。其次，剧中几个配角的演技都很不错，为剧增了不少亮点。迄今为止出现的角色中，最耀眼的角色有2个，一个是张浩月饰演的索谦，另一个是迟帅饰演的童晓婷。索谦人称索少爷，是8番之子，出身败类。他什么都精通，就是不知道怎么赚钱养活自己。虽然不好，但是虚拟货架还是够用的。虽然工作做得不好，闲着，但他有自己的优势。一是他心地善良、热心肠；二是他对妓女春熙情有独钟，而且热情，不只是演戏。演员张浩月完全掌握了这个破8旗少年的风格。童晓婷是唱青衣的歌手，俗称童师傅。童师傅，他的一举一动，每一次说话都散发出京剧的味道和名演员的风格。还有胡耀之饰演的吴峰，方方斌饰演的桂叔，谢宁饰演的韩庆奎，朱瑞饰演的李红英。他们做得很好。综上所述，京剧胡同有北京的味道，但不够地道，是年代剧，但是年代感很弱，看起来很假。出色的，当然赵露思和侯明昊只出演了该剧的第1章，其次是蔡文静、关晓彤主演的第2、3章，还有吴刚、刘佳、陈金、钱等实力派演员。还有吴彦姝和老戏骨，期待后面的章节。吴磊赵露思的 CP 瞬间爆红，真的发生了吗？据说 Leo Wu 赵露思的明星搭档就是向涵之。据称，吴磊手机上出现的翔的照片已经在网上流传，很多粉丝都很好奇合作的传闻是不是真的发生了。该剧由吴磊、赵露思主演，2022年7月5日开播。乌鲁斯的新婚夫妇是因为热播的银河系节目而出现的。这对被称为乌鲁斯的夫妻是建立在乌雷和赵露思之间的化学反应之上的。这部剧用戏剧家的话说，讲述了程少上又名少上遇见令布衣的故事。少上与吴少侠饰演的令布衣的相遇，让2人产生了相似的感觉。令布衣与少上的婚事带来了诸多麻烦。CP 乌鲁斯在社交媒体上的火爆程度毋庸置疑。吴磊真正的至尊之位竟然不是赵露思。近日，吴磊宣布已经有女朋友的消息让粉丝大吃一惊。吴磊的女朋友来自中国娱乐圈。一名中国公民在搜狐发布了令人震惊的消息，称吴磊正在约会。为了分享这个消息，这位网友宣布王安宇正在和一位网红约会。这些误导性的照片引起了粉丝的困惑。王安宇和向涵之的合照被网友爆出时，与聊天记录并列。起初，这位网友无意中发了一张向涵之的照片，打算与吴磊的粉丝分享。
对于这个决定 ，Leo Wu 的粉丝们并不感到意外。吴磊和赵露思的粉丝发现他们的瞬间被拍了，在吴磊的聊天记录顶部看到向涵之的照片，很巧合。视频发布后，粉丝们纷纷猜测吴磊和向涵之正在交往。王安宇的恋情消息来自一位没有确凿证据的网友。